嗨，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我又发现了一个更厉害的秘密。之前讲过揭露日真实原型贝蒂·安德森在催眠里被外星人远程控制，说出外星语的故事。这个是调查记者记载的书面文字，具体是什么状况我们都不知道。这两天我挖掘出来一个1959年的案例 ，BBC 现场直播，当着剑桥天文学家、心理学家的面，几百万观众同时目睹外星人接管人类的声带，在现场公开讲话。这件事真的是把我给震惊了啊！这个人是乔治金博士，他说外星人不断向他传输信息，告诉他有关星际议会、宇宙联盟的故事，还说这个宇宙中有一个邪恶的种族叫做 Garrochi， 他在几千万年前就住在地球的海洋里，他们计划再次统治地球，人类一定要小心。这个故事听起来相当玄幻，但是我翻了古希腊关于巴比伦的记载，好像不是空穴来风。George King乔治金1919年出生在英国惠灵顿的一个新教家庭。二战时期，他在消防队服役。18岁那年，他去伦敦成为了一个出租车司机。金在业余的时候非常喜欢研究神秘学，还喜欢练瑜伽。从1944年开始，他就一边全职上班，回到家就开始打坐冥想，每天至少要8小时。他每天坐在那里面打坐什么、冥想什么都没详细讲，但是冥想是释迦牟尼实现6神通的第一步。冥想多了，可能真的是会有什么特异功能。乔治金就这么练了10年，到了1954年，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外星人直接通过星际连线和他进行大脑通话。这件事他不是为了吸引注意力瞎说的，他直接就把这件事在电视台上展示了。1959年5月21日晚上 BBC 王牌节目生命线就播出了一期叫做火星与金星对地球的喊话。节目一开始，观众就直接听到一个声音一段录音，语调听起来不像人类的声音，念起来就类似一个军事通讯的报告。这里是火星6区，从第2轨道区报告，关系火星，主题要求真相。主持人直接就说这个乔治金先生可以在恍惚状态上收到火星6区的信息。一上来，主持人直接就说乔治金先生可以在恍惚状态中收到火星6区的信息之后就邀请了资深的精神科医生，还有剑桥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一起现场观察乔治金。一个精神医师，一个天文学家，出租车司机，这个组合本身就说明了 BBC 当年的态度我们不是请你来讲故事的，我们是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跳大神的。接下来，乔治金就开始讲自己有一个来自金星的智慧，一个存在叫做 Etherius。这个外星人说了很多事，还有宇宙大战的故事。接着 BBC 主持人就说你现在能进入催眠状态吗？能让我们和外星人对话吗？这个乔治金就说可以，没问题。然后戴上了眼罩，直接就用大脑接通了外星人。我们可以看一下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My dear friend. Your name is? I am known as Etherius. Where do you come from? The planet Venus. Where are you speaking from now? I'm sorry, my dear friend. I cannot answer that question for you. 大家可以听一下，乔治金被外星人控制之后，这个说话的口音和英文都不太一样，有点大舌头的感觉。这个外星人到底讲了什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经历。最近我发现我好像被邪恶势力给跟踪了。我每天都收到很多邮件，都在跟我讲神秘的理论，还有安排我去阿联酋、泰国见面的。他们是不是要绑架我？幸亏我在浏览器安装了 Surfshark 组件，它有一个邮件诈骗检测器，可以用 AI 扫描发件人、邮件内容和里面的链接，最后判定这是不是黑客的钓鱼邮件。我还会用 Surfshark 把网络的 IP 地址切换到美国、台湾、日本或韩国，借用 AI 翻译看不同国家的投资新闻，查看历史研究论文。Surfshark 在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伺服器，切换不同国家的 IP 地址，还能享受软体订阅、机票、饭店最优惠的价格。出差旅行，在图书馆或咖啡厅使用公共 WiFi 时，我也会打开 Surfshark， 加密我的手机网络，防止骇客窃取我的个人资料和账号密码。现在前往 surfshark.com 尼古拉斯样，输入优惠码尼古拉斯样就能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限，不限设备，全家人都可以使用。点击荧幕下方智力留言或资讯栏链接下载 Surfshark 就可以保护全家人的各自安全。感谢大家支持。在录像中，这个被称为 Etherius 大师说了3件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
事实上我们已经访问你们地球大约有1800万地球年了。此刻你们被称为地球的地方正处于一个特定的境地，相当危险。你们很可能会打破地球的平衡，原因一个就是原子弹实验，第二是你们背离了精神法则。他说的这个话你必须要有一些冷战时期的历史背景才能听得懂。BBC 录像的时候是在1954年，而在1954年3月1日，美国进行了一个叫做城堡行动的氢弹实验，地点就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当时这个是美国试验过最大的核武器，爆炸当量是1500万吨 TNT。 核弹爆炸几个小时之后，白色的粉末就从天而降。当时周围的人们以为是下雪了，很多人就在玩雪，有的人还吃雪，结果吃了这些人就因为核辐射都死了。这个就是外星人在提示人类你们不要再试验核弹了，尤其是在海里所以这个外星人传达的第二个信息就是，我们不久前发现了你们地球地表下方正有一个巨大的裂缝，这道裂缝从西伯利亚中部一直延伸数百英里，直径穿过澳大利亚的中心。你们在这地球表面撕裂了这条断层线，地球很可能会面临地球自转轴的倾斜。如果断层线从西伯利亚延伸到澳大利亚中部，太平洋将会消失并灌入地极。这个外星人说的这个事情我们无法查证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我之前解读过五角大楼档案里面提到了一个死亡太太她是外星人直接控制她的身体，然后写出各种的答案。这一集记载的时间点就非常诡异了，档案记录的时间就是1954年，比乔治金采访晚1年。里面就提到有2位星际联盟的指挥官驾着2艘200公里长的巨型母舰潜伏在太平洋底下进行修补断层线星际联盟长官让死亡太太写下了一句话，叫做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整个宇宙，如果地球断层线断裂或粉碎，它将影响整个宇宙讲到这里我都鸡皮疙瘩都出现了这一切都联系起来了，非常诡异。外星人传了第3个信息，就是这个大师说，如果你们朝一艘飞船的壳发射一枚60英寸的炮弹，炮弹会在接触船周围立场屏障的那一刻自己爆开。这个展示了外星人的科技，这个在美国 UFO 听证会公布的影片中也应验了美国地狱火导弹攻击 UFO 没有任何反应，自己会爆炸弹开。这就说明 UFO 外部有一个立场屏蔽层，这个也不是瞎说的。最后星际大师就告诉人类，你们人类要拯救这个地球如果你是基督徒，那就践行耶稣所定下的法律；如果你是佛教徒，那就遵守佛陀的法则；而如果你是印度教徒，那就做好印度教徒，跟从印度教的教导。这个过程是人类将其自身从低等级的本性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真正途径。为什么星际大师知道耶稣基督世界的尊者释迦牟尼，还有更加久远的印度教黑天克里希那？乔治金在1958年写了一本书，叫做《12祝福》，书中就写道，这些地球上出现的救世主圣人都是充满光与爱的高维星球金星的大师在地球上的化身。阿凡达的梵语就是化身。为了在地球上传道，这些大师不得不降低自己自身的振动频率，然后形成一个笨重而脆弱的地球人的肉身。他们来到地球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漫长的宇宙岁月中引导我们人类，给野蛮的地球人传授宇宙通用的精神法则。人类要练习这些法则，然后用精神联系他们。他说现在地球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宇宙大师在行走，但是他们不能正式现身，而是寻找其他的人类代为传达宇宙人的精神。这些金都写了一本书，叫做《与来自外太空神明的接触》。这本书里面，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乔治金是一个科幻小说家，后来他还成了一个宇宙教会，叫做 Etherius。而到现在，全球还有好几万人坚持他的宇宙信仰，发誓为宇宙议会效力。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再详细讲一下这个与来自太空神明接触的诡异内容。里面还提到另外一种曾经统治地球几千万年的生物，叫做 Garrochi。我听完他的描写，就听起来这个非常像女娲一族在1953年的一个星期六早晨，乔治金正在自己的伦敦小公寓里面洗碗，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房间里面就响了出来。他说这个声音不是从他脑子里面响的，他确定是从空气里传出来的。就有一句话，准备好，你将成为星际议会的代言人。
星际议会是什么？这个乔治金就在纳闷。突然他就看到了一个男人直接就穿过了他们家锁的门穿墙而过。乔治金就说，这个人绝对是实体人，因为他走过的地板木板也会出现吱嘎的声音。这个男人是一个人类的样子，他说他自己的名字叫做 Swami Sivananda， 看起来就像一个北印度人北印度人的皮肤是比较浅的，而且释迦牟尼也是住在北印度。这个印度人就说他来自另外一个星球，而身体只是他们在地球上的克隆体。等到他们回到金星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原子结构整个拆解掉，然后再组成一个新的出来，非常高科技。之后他就教了乔治金一套方法，具体怎么做乔治金说他不能讲，但是练完这种的方法，他就可以随时和外星人联络。这个可能是佛教中的什么他心通、天耳通、天眼通之类的。外星人还给了他一个代号，叫做第一号心智通道。所以金在被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一句相当狂妄的话，我认为此刻在地球上没有第二个人收到比我更多的来自太空人的信息。之后又过了5年，在5年里就有不同的外星人一直跟他通话。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一位就是来自金星的，叫做 Etherius 的这个大师说他自己是3456岁，听起来又像那个佛经中的北俱泸州人啊。金把他的名字就做成了教会的名字。还有一位是来自火星6区的一个大师，他说他是驻扎在火星的高维智慧体。在1961年，这个外星人就通过金在一种深度恍惚的状态，直接口述了以特瑞教会最重要的教义9大自由。第3位外星大师是来自火星8区的一个外星人，他说他负责协助地球的防卫，让其他邪恶的外星人在进入地球轨道之前就被他们给干掉。所以这些宇宙大师就讲你们人类的天文学家透过望远镜看到的金星、火星、土星都是高温、荒漠的和剧毒，但是我们的存在是你们人类不能看到的那一层世界，我们活在一个更高的频率上，只有我们来到地球办事，才会主动把自己的频率降下来，在3维世界里出现肉身和飞碟。他说的这个非常玄幻，但是好像逻辑上也对，因为现在五角大楼公布的各种飞碟飞行它们飞行的速度都是极快的，不会产生音爆，这些都是违反地球物理定律的，所以有可能他们都是生活在其他的维度。他们还介绍在火星中生活着一种人，他是棕色的皮肤，没有一丝瑕疵，没有一道褶皱，中等身高，肩膀很宽，还留着深色的长发，脸上是完全没有胡须的。他们有的非常敏锐的心智，大脑特别发达。火星上呢还有一个运河，它曾经是巨大的植物带。火星人的建筑一部分是在地表，另外一部分是在火星的地下。外星人开的飞船，乔治金他说他近距离看见过大约200艘，看起来就像2个碟子扣在一起，顶上有个圆顶，还带着这个窗，材质它称为有机金属，一种具有活体细胞结构的金属。从金星飞到地球只要2秒半。外星人还介绍说，这个银河系里面有一个星际议会，整个星系不像地球那种联合国一样需要吵吵闹闹的这么投票表决，在高等行星上是没有货币也没有政府的，所有高级生命都是靠因果规律和灵性就像心灵感应一样，靠着业力把大家都连在一起，通过一种集体的意识直接洞察宇宙发展的本质。之后各种大师一起做出关于太阳系、银河系各种的防务和对地球干预的最高决定。地球人是无法参与这个星际议会的，因为人类还无法达到灵性的高度，无法都像释迦牟尼一样可以和天人直接心灵沟通，所以现在只能是一种被观察的对象。所以像这个乔治金一样的外星人直接通过他身体说话这种人古代都是先知。在圣经里面就记载了很多次古代先知直接就被神强行接管，比如耶利米书第1章第9节就写道，于是耶和华伸手按着我的口，耶和华对我说，看哪，我已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还有先知以西结非常著名，就是圣经中记载看见轮子幽风神天使的那个著名的先知，神就直接告诉他说你要说我说的话，当我与你说话的时候，我必开你的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古印度的记载就更加玄幻，吠陀经中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阿帕鲁什亚，意思是非人类创造的。古印度所有的梵语经文都是没有作者的，
一部经文都几百几千万字，全部都不是人类写出来的。当时这些经文都是没有文字的，都是传颂的，直接就说出来的。而说这些经文的人就说，我没有写，我只是看见了听见了，然后记下来。他们说的这个事情非常像西藏的格萨尔王传说。格萨尔王传说也是700-800万字，都是有个人突然生了一场病之后直接就念出来的。而古印度摩诃婆罗多成书的过程也是真正的诡异。口述摩诃婆罗多的人叫做广博仙人维亚沙，他说他的脑子里就是突然涌现出10万颂庞大的史诗，凡人抄写员根本是跟不上这个速度。于是他就找了一个远古外星人当时的神象头神贾尼萨，让他来当抄写员。这个贾尼萨就答应了，但是提出了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说在我落笔的过程中，你的口述1秒钟都不能停，你说多快我就写多快，你就放心。但是在中途中，贾尼萨的这个笔一下给折断了，但是为了不违背绝对不停的这个约定，他就做了一件事，直接咔一下掰断了自己的一根象牙，然后当笔继续写。所以远古外星人神都是接受不了这种上来灌输来信息的速度，直接把自己的牙当笔给使用。之前讲过，这个外星人警告人类说，在太平洋有一个巨大的裂缝。在1963年到1964年，这个乔治金还真的去看了，叫做蓝水行动。他们真的去组队去太平洋海面上去寻找地球的心灵中心。在他的书中记载了一个远古海洋的文明，叫做 Garuchi 加鲁什。他说外星人告诉他，这个文明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鱼类种族，地球表面有70%是海洋，而这种外星人就是来地球来太阳系殖民的一个外星人。后来这种水生的高级生命和金星人领导的宇宙联盟在地球上打了一仗，最后退出了太阳系。这个听起来非常像姆大陆、亚特兰蒂斯，再加上佛教天龙八部天人和龙族之间的战斗，非常玄幻。讲到这里，很多人都觉得真的是科幻故事。但是在古希腊记载的亚特兰蒂斯、基督教异教派诺斯替他们记载的事情里面都提到过，在远古地球上有一个神，他们的腿就是像蛇一样的，2个腿就像蛇形，这个形象又和娜迦是一样的就是佛教中的龙族娜迦，都有不断的出现，也是我们传说中的女娲。我以前详细讲过吴哥窟的秘密里面非常厉害，还出现一个人类都无法造出来的人工湖。吴哥窟在高棉语里面就是娜迦之城，梵语念作 Yashoda Lapula， 意思是龙女的光荣之城。建立吴哥窟的第一个女王就是一个雌性的娜迦。讲到这里，还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巧合，就是在公元前281年左右，有一个巴比伦神庙祭司占星学家叫做 Berosus，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巴比伦尼亚志》，全书一共3卷，第1卷已经遗失了，但是里面的故事经过无数的古希腊人转述之后，记载在古希腊语中。在古巴比伦，这个神庙祭司就是第一批神的代言人，他们是唯一有资格接触那么几千年前的楔形文字，还有更高机密的古代档案。大祭司 Berosus 他写这本书的原因，就是为了给当时统治美索不达米亚的塞琉古帝国的王，叫做安条一世，给他看。为什么要给他看？因为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这片土地，古希腊人就带着非常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说你们的这个文明不行了。这个大祭司就说，在书中写道，你们希腊历史才几百年，我们的历史长达43万2千年，而且我们的文明是远古时期从海里出来的存在亲手教给我们的。巴比伦尼亚志里面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起初当人类过着悲惨的生活，像野兽一样毫无规矩的生存，但是在大洪水之后的第1年，出现了一只被赋予了人性理性的动物，叫做欧涅斯。他们从巴比伦尼亚接壤处的厄里特里海中升起，它拥有鱼的完整躯体，在它鱼头的上方还有一个人头，人类的双脚从它的鱼尾下方长出，它拥有人类的声音，并且它的形象一直保存至今。它白天在人群中度过，不吃任何食物，它教导人们使用字母、科学和各种艺术，它教导他们建造城市、建立神庙、编纂法律，并且向他们解释几何学知识的原理。
他让人类辨别地球上的各种种子，并展示给他们如何收集果实。总而言之，他教导了人类一切习俗和法律。从那时起，在改善对人类的教导方面，再也没有增加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而当太阳落山时，这个名叫欧涅斯的存在再次退回海中。书中记载的这个厄里特利亚海，就是今天的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里面的这个地方。书中记载里面一共出现了7个鱼人，每个都有名字，什么 Anidote、Idokus 等等的，加上欧涅斯一共7个。这些鱼人长得什么样？他们是不是真的存在的？我以前就说过一个逻辑，如果这些神话他们是存在的，那它在其他的世界各地都会存在。而在古希腊艺术作品中就已经画出来了，而这个神就是波塞冬。波塞冬其实不是一个海中的人类啊，他其实就是一个人身蛇尾的神，他的头上还有角啊，如果加上角的话，就非常像中国的海龙王了。而大家都知道的失落的文明亚特兰蒂斯，他的第一个王啊，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波塞冬。根据柏拉图《克里蒂亚斯》里面的记载，诸神分配世界的时候，亚特兰蒂斯就分给了波塞冬。波塞冬就在亚特兰蒂斯这个大陆里面发现了一个人类的女子，叫做克莱托，然后就跟她一起交合，生下了5对双胞胎儿子，人神混血。之后他又把亚特兰蒂斯分成10份，让10个儿子统治。大家知道吗？为什么亚特兰蒂斯被记载是一个环中环啊，有无数的水道？这个可能就是用来给这些龙族纳迦鱼友用的。最近还有一个电影上映了，叫做《奥德赛》里面可能就是讲的这个10几万年前外星神族统治地球的故事。也许这些故事就和今天的主角 George King 还有他的外星人有关。好了，今天故事讲到这里了。会员节目我再研究一下。上个世纪其实还有一个沉睡的先知，和乔治·金一样，叫做艾德加·凯西。他就是在沉睡的时候和乔治·金一样，有人跟他说话，他就回答。最后就一共记载了14000份手稿，他就里面讲了几千万年前的亚特兰蒂斯啊、古埃及的秘密。14000份手稿啊，这些我都会慢慢研究，然后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会员分享。油管的朋友点击加入就可以了，哔哩哔哩的朋友点击充电，选太阳系护法，1个月请我喝杯咖啡，就可以听我讲一切不能公开讲的深入秘密。也感谢 Surfshark 的大力支持，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